赵丽颖再度低调退场，却掀起热搜风暴。深扒流量与谣言背后的真相。在这几年娱乐圈风声鹤唳的背景下，赵丽颖总能在不经意间掀起一阵舆论风暴。自小成大事圆满收官之后，她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，但人气丝毫未减，反而成为短视频平台模仿的热门对象。这并非第一次出现类似现象。早在2017年，赵丽颖为游戏《剑侠情缘》拍摄微电影《忘忧镇》，她以神秘面纱造型和第一视角动作戏惊艳出圈。视频经过剪辑后，点赞数迅速飙升至96万，模仿者接踵而来，相关视频的点赞量动辄上百万。尽管她一直保持低调，但偶尔现身时也总是严饰包裹，戴着口罩，仿佛刻意划清与外界的界限。每次赵丽颖回归，舆论总伴随着各种谣言的爆发。她的获奖经历尤其引发热议，流量明星能否真正拿奖成为热门话题。此前，她3次与白玉兰奖擦肩而过，最后一次败给吴越的县委大院，但赵丽颖并未因此气馁，她坦然接受陪跑的现实，直到在飞天奖上意外获奖，手足无措中泪洒领奖台。那一刻，内娱上下争相报道，也让她的话题热度瞬间飙升。到了2025年底至2026年初，香港金像奖提名公布，关于85花无人提名的热搜接连刷屏。赵丽颖4部影片未获提名，甚至被质疑演技不足，并被硬生生与马丽做对比，贴上了急功近利的标签。但从赵丽颖以往的态度来看，她从不提前庆祝，每一次获奖都是坦然面对，对她而言，得失之间唯有付出最重要。绵延不断的恋情谣言更具破坏力。2025年5月，一条赵德胤带孩子的视频疯传，被误解为赵丽颖与导演的新恋情。所谓实锤不过是宣传片段和礼貌同框，当时导演正专注于新电影创作，与女友关系稳定。赵丽颖本人并未出现，却依然被推上热搜，甚至连儿子翔翔也被卷入话题。愤怒之下，她罕见在平台发声，虽然后来删除，却引发公众热议。类似情况在娱乐圈并不少见。韩国演员张子枫近期因与偶像剧男主演合作而被传恋情，粉丝疯狂爬私生活，最终证明纯属误会，但仍有网友不依不饶。赵丽颖对家庭的保护尤为严格，儿子翔翔的形象一直保持模糊打码，无论狗仔如何追踪，她都能守住边界。偶尔高调回应，也只是为了让孩子远离舆论的漩涡。行业内类似情况比比皆是，歌手李宇春早年也深陷人设与私生活冲突的风波，粉丝与媒体百般揣测其家庭状况，最终以事实澄清，舆论才逐渐平息。2026年初，赵丽颖与翔翔再次登上热搜，传闻称两人避嫌制造联系不断的假象，但事实上导演深夜从酒店出现，而赵丽颖母子并未在上海，一一打破所谓的证据。赵丽颖的口碑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累积优质作品逐步建立。小成大事年度收视率夺冠，官宣成绩亮眼。她代言法国彩妆与香氛品牌纪梵希，在欧洲电影节全球观众最喜爱演员排行中名列第6，国内女演员中唯一入选，而男演员方面笑战排第5。这一切并非炒作，而是实打实的成绩。尽管外界多次质疑她商业价值低、缺乏时尚感，但每次新剧播出，她总能斩获国际大牌和奖项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赵丽颖的每一次沉寂，宛如波澜之后的宁静。即便谣言层出不穷，也无法撼动她的格局。那些急于制造话题的热搜终究无法掩盖真实，她选择以作品为核心，用实力而非生活填补曝光度。未来仍有诸多变数，但外界期待的好消息或许会如李秋平般再次带来新的升华。如果回头看赵丽颖这些年的发展轨迹，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她似乎总是在低调和爆红之间来回切换。很多演员需要频繁曝光才能维持热度，而赵丽颖却像是另一种节奏，
每当他选择沉默，外界反而会掀起更大的讨论。有人说这是流量时代的奇特逻辑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众气场。他不需要刻意制造话题，话题自然会围绕他产生。小城大事收官之后，这种感觉变得更加明显。剧播期间，他饰演的李秋平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观众的讨论中。有人分析他在调解邻里矛盾时的情绪层次，也有人讨论他在暴雨夜劝居民撤离时那段几乎没有台词的表演。很多观众都说，那场戏让他们真正看到了赵丽颖这些年在演技上的沉淀，没有夸张的哭喊，没有刻意的情绪宣泄，只有眼神里慢慢积累的焦急与坚定。也正是这种克制，让角色显得格外真实。然而有趣的是，当电视剧热度逐渐过去，赵丽颖却再次进入一种半隐身状态。她很少出现在综艺节目里，也很少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生活，偶尔被媒体拍到，也总是戴着帽子和口罩匆匆离开。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她是不是太过低调，但时间久了，大家反而习惯了这种节奏。因为只要有新的作品或消息出现，她依然会迅速成为舆论中心。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一个娱乐圈的现实：当一个演员真正拥有稳定作品时，热度并不会因为短暂沉寂而消失。赵丽颖的名字之所以总能出现在热搜榜上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这些年留下了太多让人记住的角色。从早期古装剧里的灵动少女，到现实题材中的坚韧女性，她一步一步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转型。很多观众在回顾她的作品时都会发现，她很少停留在同一种类型里，而是不断尝试新的表达方式。当然，流量与谣言几乎是娱乐圈无法避免的另一面。每当赵丽颖的名字再次被讨论，各种猜测和传闻也会随之出现。有人分析她的奖项，有人讨论她的商业价值，也有人试图从一些模糊的照片或视频里推测她的私人生活。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只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，而是整个娱乐行业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缩影。但与很多明星不同的是，赵丽颖似乎很少主动回应这些声音，她更习惯让作品成为最直接的回答。当外界争论她是否能够拿到某个奖项时，她依旧在拍新的角色；当有人质疑她的商业价值时，她的代言和合作却依旧稳步增加。时间一长，很多观众也逐渐理解了她的选择。在一个话题更新极快的时代，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短暂的争议，而是角色本身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每当有人重新翻出他过去的片段或作品，总能在短视频平台引发新的传播。有些人模仿他的经典镜头，有些人重新剪辑角色的高光时刻，还有人把不同作品里的形象拼接在一起，试图总结他这些年的变化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些自发的二次创作其实比任何宣传都更有生命力，因为它们说明观众依然愿意反复回看他的表演。对于很多长期关注他的粉丝来说，赵丽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或许正是这种不急不躁的节奏。在娱乐圈这个极度依赖曝光度的行业里，她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克制的姿态。她不需要每天出现在镜头前，也不需要频繁制造话题，只要一部新作品出现，就足以重新点燃观众的期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种状态更像是一种长期积累后的底气。演员最终能依靠的，始终还是角色与作品。当观众提到赵丽颖时，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的名字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。正是这些角色，让她在流量快速更替的娱乐圈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位置。也许未来还会有新的争议、新的谣言出现，但只要她继续用作品说话，这些短暂的风波终究会被时间淡化。就像《小城大事》里那个在风雨中坚持工作的李秋平一样，看似平凡，却有着持续向前的力量。
或许这正是很多观众愿意一直关注赵丽颖的原因。她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喧哗，而是关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真实。99%观众不知道孙浩导演为何找赵丽颖来演小城大事女1号，小身板也能扛大事。昨晚我一直盯着央八，就想看赵丽颖如何被村民对倒下不来台，结果她一句镇公所的门今天不锁，谁有委屈进来喝口水，瞬间让我忍不住掉泪。才开播10分钟，收视率就破2，弹幕里却还在刷着这姑娘演镇长，开什么玩笑。我看到一条高赞评论，她连文件都拿反了。镜头拉近，果然那张纸是倒着的，可她的手稳如泰山，拇指轻轻按平页角。那一刻，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在台上汇报时 PPT 出错，整个屏幕都是乱码，我也是这么假装镇定的把 U 盘拔了重新插进去。导演孙浩拍《庆余年》时就看中了赵丽颖那股子庄大人的青涩气质。他说她身上有种难得的轴，那种坚持和纯粹。记得拍《庆余年》时，他蹲在路边啃着馒头，背台词时无意间冒出一句方言，咱不糊弄土地，把现场的群演大爷们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。孙浩说李秋平这个角色是个80年代下海的年轻副镇长，他的气场不是靠威势，而是能够把复杂的股份制讲得简单明了，让农民听懂。赵丽颖的反差萌，她那股邻家女孩突然肩负重担的气质，远胜任何官威，真诚的令人动容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角色，赵丽颖提前1个月进组，和原型人物朱小军一起下田。朱小军记得有一回，最晒的那天，他戴着草帽收海带，脖子上晒出了红红的疹子。回到宿舍，他拿着冰冻的矿泉水瓶在脖子上滚，边滚边背台词。第二天拍戏时，摄影师近距离对着他拍，镜头扫过他满脸的汗水和脖子上那一排汗毛孔，但他没有要求修图。他说李秋平就得带着那股盐霜味。最终成片里，他发股权证给村民，那双手指在表格上滑动，指甲缝里还带着泥巴。镜头一扫而过，很多人没注意到，但我看见了，那种真实的细节让我几乎能感受到他的生活。最让人质疑的一场戏，他站在堤坝上劝大家签字，一个老演员大声吼道：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他的眼眶迅速红了，但他没有流泪，反而坚定地把笔塞到对方手里，说道：叔，你怕我骗你，就拿上笔，回家算清楚，明天我再来。这句话是赵丽颖临场加上的，她自己后来回忆说，17岁那年选秀落榜时，被导演当众骂说圆脸演不了主角，那时她心里想着，如果能有人递给她话筒，她也能说，给我1天时间，我能证明给你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第3集的收视率略微下滑，许多人开始吐槽轻喜剧的部分稀释了这部剧的厚重感。但我个人觉得，正是这些幽默的点滴，才让整部剧更加生动。李秋平和黄晓明饰演的郑德成吵架，他气得摔门，门竟然反锁住了他。他一脚踹开门，回头尴尬地笑道：门质量不行，明天换新的。这一刻，观众爆笑。基层干部其实不是总是板着脸工作，他们也会吐槽，会自嘲，也会担心夜里接到电话。我们最害怕的，其实不是年轻，而是虚假。当你看到一个娃娃脸坐在会议桌前，你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些悬浮。但事实上，96后早已有人成为市长、县长，也有年轻人扛起了乡村振兴的重担。赵丽颖将这种被低估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她开会前悄悄在桌下换平底鞋，听到省里来检查，她立刻把文件塞进塑料袋，再套上一个环保袋，装作不慌不忙。陪着投资商考察时，高跟鞋陷入泥滩，她干脆脱了鞋光脚走，回头对对方笑道：这就是我们的原生态。我看到这一幕时，不禁想起我同学小江被选派到贵州驻村的第一次经历。
进村时，皮鞋都废了，他直接穿上了老乡的雨靴去开会。大结局那一晚，李秋平把第一批房产证交给老太太，老太太不识字，李秋平蹲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给他看。屏幕中的弹幕突然安静下来，只有风声在耳边回荡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镇长的身份不是在肩膀上的徽章，而是在他蹲下时膝盖上沾的那一撮泥土。因此，别急着给年轻人贴上不行的标签。圆脸、小身板，说话时略带喘息，这些都不是缺点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他是否愿意在烈日下陪你一起晒，是否愿意在泥滩里帮你把鞋拔出来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就能扛起整座城。赵丽颖用这部剧告诉我们，别急着笑他的娃娃脸，先问问自己，敢不敢把命运的发票交到他手里，让他为你签字，承担起那份责任。说实话，看完这一段剧情之后，我才慢慢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观众一开始质疑，最后却默默被说服。赵丽颖演的李秋平，并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气场2.8米的领导，他甚至有点慌，有点笨拙，有点像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。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，让人越看越真实。很多人说电视剧里的干部都太标准化，说话一套一套，表情永远沉稳。可李秋平不一样，他会紧张，会犹豫，会被对的一时语塞，却从不退后一步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我们现实生活里见过的某些年轻基层干部，或许不够老练，但他们愿意扛事。有一场戏其实特别打动我。那天晚上镇里突然停电，村民围在院子里吵成一团，有人抱怨股份制分配不公平，有人怀疑镇里是不是在做局。李秋平站在院子中央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光从他下巴照上去，整个人显得有点狼狈。他没有立刻解释政策，也没有摆出领导的架子，只是先把院子里的长凳一条一条搬出来，让大家坐下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些领导力并不是靠讲话体现，而是靠行动。当他气喘吁吁搬完最后一条凳子，额头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，他才开口说：“坐下慢慢说，我不走，你们说到天亮都行。”这一句台词不算惊天动地，但弹幕突然就安静了。很多人后来才发现，其实赵丽颖演这种角色有一种奇妙的说服力，她身上那种普通感非常珍贵。娱乐圈太多精致、太多完美的面孔，但李秋平不需要完美，他需要的是一种能让人相信的生活气息。你看他走在村道上，裤脚卷到小腿，手里拿着一沓文件，风一吹纸张乱飞，他一边追一边笑着骂自己笨。那一刻，你很难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角色，更像是隔壁村刚上任的年轻干部。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。第4集里有场会议，县里领导来检查工作，所有人都紧张的不行，桌上的矿泉水都没人敢动。李秋平坐在最边上，一开始拼命翻文件，结果越翻越乱。镜头给到他的手指，能看见指尖有点发抖。就在大家以为他会被问住的时候，他突然把文件一合，说：“报告我可能说不标准，但事情我能讲清楚。”然后他开始讲村里每一户的情况，从老王家欠的化肥钱，到小刘家刚出生的孩子。那些数字不再是表格，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。县里的领导听完愣了一下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你这本账比我们的资料还细。”双引号。这也是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，他没有把基层故事拍成宏大的口号，而是拍成了一种慢慢积累的信任。李秋平不是突然变成优秀干部的，他是一次次被质疑，一次次解释，一次次坚持下来。他可能会在会议后偷偷揉脚，也会在夜里对着一堆文件发呆，但第二天依旧出现在村口。说到底，观众为什么会被打动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很多人都从李秋平身上看到了某种熟悉的影子，那种刚踏入社会时的笨拙，
那种被人怀疑却又不甘心放弃的倔强。赵丽颖把这种情绪演得很轻，但也很准。她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能让人慢慢共情。所以当我回想起第1集那些弹幕，她能演镇长吗？这也太年轻了吧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也许这正是这部剧想表达的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不是不相信年轻人，而是不习惯看到他们承担责任。但只要有人愿意站出来，愿意在泥土里一步一步走，时间终究会替他们证明。看完之后，我忽然理解一句话：真正让人信服的，从来不是头衔，而是你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有没有出现。李秋平出现了，而赵丽颖也用自己的方式，把这种普通却坚韧的力量演了出来。也许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官威，但当她蹲在地上替老人整理文件，在田埂上和村民讨论分红的时候，你会突然觉得，这个小身板好像真的能扛起很多事情。王一博巴黎时装周狂飙东北话，依据哎呀妈呀炸翻全网，高端秀场秒变小品现场。今年巴黎时装周彻底被王一博玩出新花样。本以为是高冷顶流征战奢牌秀场，结果他一开口直接破功，东北大碴子味瞬间席卷全网，把严肃的时尚后台变成了欢乐喜剧人舞台，刷到视频的人全都笑到直不起腰。2026年3月10日，在 Louis 秀场的后台采访里，王一博遇上了超会整活的刘冲，对方全程戏精附体，用夸张又搞笑的方式提问，戏剧效果直接拉满。本来一脸高冷的王一博实在没绷住，当场切换东北方言模式，一句灵魂吐槽脱口而出：哎呀妈呀，这演的！还特别可爱的补了一句：下次你可以站远一点，不要站在我面前说刚碰到。最绝的还得是他那句神级回复，直接把采访完成了哲学梗。我不是王一博，也可以是王一博。一句话轻松拆解所有套路式提问，高冷外表配上搞笑灵魂，这反差感谁能扛得住啊？更让人笑喷的是，这根本不是临时整活，而是两人精心上演的巴黎时装周电话连续剧大结局。从 Chanel 到 Lacoste 再到 Loewe， 3场顶奢大秀，刘冲每场都设计偶遇通话的小剧场，王一博次次默契接梗，全程低头憋笑的样子又无奈又可爱，硬生生把采访变成了连载喜剧。粉丝直接把王一博电话连续剧刷上热搜，笑称这是时尚圈第一相声组合。网友们看完直接炸开锅，纷纷表示这哪是顶流采访，分明是高冷逗哏搭配戏精捧哏，比看小品还上头。大家也都特别清楚，这只是朋友间的即兴幽默互动，根本不是吐槽演技。王一博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破尴尬营业，真实不做作的样子，圈粉无数。这波操作也再次坐实了王一博超圈粉的性格，不装不尬不搞虚假客套，平时人多就社恐，安静又高冷，熟悉之后立刻放飞自我，长着一张高级疏离的脸，一开口却是满满的东北烟火气，这种冰山下的可爱真的越品越上头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这段搞笑名场面还发生在王一博创造时尚历史的时刻。他是全球首位在单届时装周同时拿下香奈儿、罗意威、Lacoste 3大顶奢最高头衔的艺人，直接打破100年竞业规则。外媒甚至直呼巴黎时装周该改名叫王一博周。双引号。在这样全球瞩目、行程爆满的高压状态下，他依旧保持松弛又自在的状态，随性玩梗，轻松互动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松弛感，才是顶流最迷人的底气。没有剧本，没有炒作，没有恶意，只是巴黎秀场后台一段真实又可爱的小插曲，却成了2026开年最欢乐、最圈粉的名场面。灵魂拷问来啦！你被王一博的哎呀妈呀笑到了吗？更喜欢他的高冷奢牌范儿，还是搞笑东北人属性？快来评论哦！疯狂留言，被王一博可爱到的赶紧点个赞。免责声明：文章的时间、过程、图片均来自于网络，文章旨在传播正能量，
均无低俗等不良引导，请观众理性看待本事件，切勿留下主观臆断的恶意评论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。本文如若真实性存在争议，事件版权或图片侵权问题，请及时联系作者，我们将予以删除。如果说巴黎时装周向来是高冷美学的代名词，那么王一博这次大概就是那个突然闯进镜头，把严肃氛围轻轻掀翻的人。谁能想到，在一群西装革履、气场拉满的国际时尚人群里，最出圈的一句台词，居然会是王一博脱口而出的那句“哎呀妈呀”。很多人第一次刷到那段视频的时候，其实都有点恍惚。前一秒还是顶奢秀场后台的标准画面，灯光、采访、镜头、品牌 logo， 一个比一个精致。下一秒画风突然急转直下，王一博被刘冲戏精式采访逼到破功，东北味儿直接飙出来。那一瞬间，整个巴黎后台像是突然开了喜剧滤镜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哪是时装周后台，这分明是春晚小品后台。双引号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笑到破防的效果，其实恰恰来自王一博身上的那种巨大反差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王一博一直是那种偏冷感的存在，话不多，表情淡，面对镜头常常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幅构图精致的时尚大片。尤其是在巴黎时装周这种顶级时尚场合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，利落、克制，带着一点点疏离的高级感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开口却是哎呀妈呀，这种反差感简直像电影里突然出现的反转桥段。如果把这段采访当成一场电影场景来看，其实它的节奏特别像喜剧片。刘冲负责夸张演绎，问题一个比一个离谱，整个人就像戏精附体。而王一博则像被迫接戏的冷面男主，一边努力维持冷静，一边忍不住憋笑。直到最后那句东北方言脱口而出，整个情绪瞬间释放。那一刻，观众和镜头同时被击中了，因为那句哎呀妈呀听起来太生活了。它不是精心准备的台词，也不是设计好的综艺梗，而是一种完全下意识的反应。就像人在特别好笑的时候，突然回到最真实的语言习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句话才会这么有感染力。很多网友后来都在说，那一瞬间突然觉得王一博特别接地气。原本那个在巴黎秀场里气场2.8米的顶流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被朋友逗到破防的普通年轻人。那种真实感，比任何精修大片都更有魅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其实还是一部连续剧的大结局。从 Chanel 到 Lacoste， 再到 Loewe， 刘冲一路设计偶遇电话剧情，王一博一路默契接梗，两个人像是在巴黎时装周后台偷偷拍了一部隐藏版喜剧。每一场大秀结束，就更新一集电话剧情，粉丝们追得比追电视剧还认真。于是到了 Loewe 这一场，剧情直接迎来了高潮。当王一博那句哎呀妈呀这演的冲上热搜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感慨，这可能是今年巴黎时装周最不时尚却最难忘的瞬间。因为真正有记忆点的时刻，往往不是那些精心摆好的姿势，而是那些突然发生的真实情绪。更何况，这个名场面发生的背景其实相当硬核。就在同一周里，王一博以全球代言人的身份，连续出现在3大顶级品牌的大秀现场。Chanel、Lacoste、Loewe 这些名字本身就代表着时尚金字塔顶端的位置，而他却能在如此高强度、全球瞩目的行程里，依旧保持那种松弛的状态。该看秀的时候认真看秀，该拍照的时候气场全开，该被朋友逗笑的时候也毫不掩饰地笑出来。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像电影里那种很稳的主角，不管外界多热闹、多复杂，他始终有自己的节奏。所以当网友说巴黎时装周差点被王一博整成小品专场的时候，听起来像是玩笑，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件事：真正有魅力的人，
其实不需要刻意制造舞台，有时候只是一句哎呀妈呀就足够让整个互联网记住这一刻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当大家再回头看2026年的巴黎时装周，记住的不一定是某一套造型或者某一场秀的布景，而很可能是那个画面，后台人群里一个顶流艺人被朋友逗到忍不住笑出东北口音。那一刻没有距离感，也没有光环，只有一个被逗乐的王一博，而这也许正是他最圈粉的样子。2026巴黎时装周收官，王一博香奈儿压轴亮相，解锁行业新纪录。2026年3月10日，巴黎时装周迎来高光收官之日，香奈儿2026秋冬大秀如期启幕。王一博身着第3套造型惊艳亮相，不仅以香奈儿贵公子的姿态刷屏全网，更与谷爱凌、张钧甯完成头牌同框，3大亚洲顶流同框互动，既有时尚盛宴的质感，也有温柔治愈的小美好，成为本次时装周最具话题度的名场面之一。作为一路关注王一博巴黎之行的粉丝，见证他从 LOEWE 到 Lacoste 再到香奈儿的完美蜕变，既为他的时尚实力骄傲，也被这场跨界同框的氛围深深打动。此次香奈儿大秀，王一博的压轴造型堪称全场焦点。一身米色菱格纹麂皮大衣，出自香奈儿2026高级手工坊系列，标志性的菱格行缝工艺质感拉满，柔软的麂皮面料自带温润光泽，内搭深蓝色斜纹软呢衬衫与黑色高领针织衫，叠穿设计层次感十足，既保留了香奈儿的经典法式优雅，又融入了王一博自带的东方清冷气质。搭配琥珀墨镜与 Coco Crush 系列戒指，复古金贵中又藏着几分街头潮酷，宽肩窄腰的修长身形完美撑起大翼廓形，蓬松卷发搭配松弛步履，生图下的立体骨香越对脸越惊艳。外媒更是盛赞他以东方骨香激活法式高定，香奈儿贵公子的称号实至名归。这也是他第10次受邀出席香奈儿大秀，更是国内首位穿上这套手工坊系列的艺人，延续了手穿收割机的传奇，每一次亮相都能带来新的惊喜。更值得骄傲的是，王一博凭借此次香奈儿大秀，正式解锁单届时装周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的行业新纪录。本次巴黎之行，他先后亮相 LVMH 集团旗下的 LOEWE、Moss France 集团旗下的 Lacoste， 再到独立运营的香奈儿，3大竞品阵营无缝衔接，成为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艺人，彻底打破了奢侈品行业竞品互斥的100年前规则。这份待遇不仅是对他时尚表现力的最高认可，更是东方艺人在国际时尚圈话语权的有力彰显。从 LOEWE 的极简艺术、Lacoste 的法式运动，到香奈儿的经典优雅，3套风格迥异的造型，王一博都驾驭得炉火纯青，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顶级时尚驾驭力与巨星基因。作为粉丝，看着他一步步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满心都是自豪。除了王一博的个人高光，他与谷爱凌、张钧甯的头牌同框，更是让这场大秀多了几分惊喜与温暖。3人作为香奈儿品牌头牌嘉宾，同坐秀场核心位置，秀后自然合影、热聊互动，被媒体捕捉到多个温馨瞬间。现场张钧甯贴心提议男生站中间，而王一博则谦逊谦让，让谷爱凌站在 C 位。这份细节里的教养，既贴合他一贯的低调内敛，也让网友看到了顶流之间的互相尊重。3人的造型各有特色，王一博的优压贵气，谷爱凌的活力运动，张钧甯的干练利落，搭配各自优越的体态，被网友调侃为可组运动局的天花板组合。话题王一博、谷爱凌、张钧甯同框的肌肉含量也迅速登上热搜，大家纷纷感慨，这才是多元审美该有的样子，不追求千篇一律的白又瘦，而是彰显健康自律的体魄之美。现场还捕捉到许多趣味花絮，王一博手持徕卡相机拍摄设计师，秀场接电话的生活化瞬间，褪去舞台上的清冷酷感，多了几分烟火气。
摘墨镜时不经意露出的括弧笑，瞬间软化了整体造型的凌厉感。话题：王一博摘掉墨镜，解锁了括弧笑，刷屏社交平台，网友纷纷留言：酷哥秒变甜仔，反差萌太可了。而谷爱凌的活力四射，张钧甯的温柔大气，与王一博的清冷内敛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，三人被外媒称为亚洲门面担当。他们的同框不仅是时尚的碰撞，更是中国青年榜样形象的集中展现，向国际传递了东方青年的自律与风采。这场香奈儿大秀不仅是王一博巴黎三奢之行的完美收官，更是一场时尚与温暖的相遇。他用实力打破行业规则，用气质诠释法式优雅，用细节展现教养担当。而与谷爱凌、张钧甯的同框，也让我们看到了顶流之间的良性互动，看到了多元审美的魅力。作为粉丝，我们不仅喜欢王一博在舞台上、时尚场上的高光时刻，也欣赏他低调谦逊、始终自律的态度，更开心能看到他与优秀的人并肩同行，互相成就。此次巴黎时装周，王一博用一场又一场的惊艳表现，书写了东方艺人的时尚传奇。未来也期待他继续带着这份热爱与实力，在更多舞台上绽放光芒，解锁更多不可能。如果把2026年的巴黎时装周拍成一部电影，那么最后一幕大概一定会停在香奈儿秀场的灯光之下。音乐缓缓落下，人群逐渐散去，而镜头的中心是那个穿着米色菱格纹麂皮大衣，步履从容走进秀场的王一博。很多人都说，那一刻的画面很像电影里的压轴镜头。前几天的剧情已经铺垫完成 ，LOEWE 的极简艺术 ，Lacoste 的法式运动，以及一路刷屏的街拍与名场面。而到了香奈儿这一站，一切似乎都刚刚好的汇聚在一起。米色麂皮大衣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，经典的菱格纹像是时尚史里反复出现的符号，而王一博站在其中，却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东方气质。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，既有一点清冷，又有一点克制，还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松弛感。很多网友看到生图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叹，有些人真的天生适合镜头。尤其是在时装周这种几乎没有滤镜的环境里，灯光真实，距离很近，镜头对脸拍的时候，反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骨香与气场。王一博恰恰就是那种越靠近越惊艳的类型，也难怪外媒会用东方骨香激活法式高定来形容他的这次造型。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香奈儿的男装气质往往偏向欧洲式的优雅与浪漫，而当这种风格落在王一博身上时，却多了一种东方式的冷静与节制。两种气质叠加在一起，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。如果说造型是视觉上的高光，那么这次时装周更令人惊叹的，其实是他完成的一件行业级成就。在同一届巴黎时装周里，从 LOEWE 到 Lacoste， 再到香奈儿，3个不同阵营的顶级品牌接连亮相，这在奢侈品行业里几乎是很少见的事情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品牌之间往往都有严格的竞品规则，而王一博却用一次巴黎之行，轻轻地打破了这种隐形边界。这不仅仅是个人资源的堆叠，更像是一种信任。因为在时尚世界里，品牌选择一个人，从来不只是看名气，还看气质是否契合，看形象是否稳定，看这个人能不能真正把衣服穿出灵魂。而王一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。从 LOEWE 的艺术感，到 Lacoste 的运动气质，再到香奈儿的经典优雅，他像是在短短几天里完成了3次完全不同的角色转换。就像一个演员在不同的电影场景里切换角色，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核心气质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当镜头捕捉到他和谷爱凌、张钧甯同坐头牌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有意思。3个来自不同领域的人，演员、运动员、演员，却在同一个时尚舞台上相遇。谷爱凌身上是运动员的活力与自信，
张钧甯则带着成熟演员的从容与温柔，而王一博则是那种安静却存在感极强的气场。他们并没有刻意制造什么戏剧效果，只是自然的聊天、合影、互动，但画面却莫名让人觉得舒服。尤其是后来那段站位的小细节，被网友反复提起。张钧甯笑着提议男生站中间，而王一博却很自然地让谷爱凌站在中间的位置。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却让很多人看到了他身上的教养与分寸感。没有抢镜，也没有刻意表现，只是顺其自然地让画面变得更和谐。这种细节其实往往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。而在秀场之外，王一博的状态又是另一种感觉。有人拍到他拿着徕卡相机拍照，有人拍到他在后台接电话，还有人抓拍到他摘下墨镜时露出的那种括弧笑。那一刻，原本气场冷感的香奈儿贵公子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害羞、有点温柔的年轻人。也正是这种反差，让人觉得格外真实。因为真正让人喜欢的，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光芒，还有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生活气息。所以当很多粉丝回顾这一次巴黎之行的时候，大家记住的并不仅仅是一套套造型，也不仅仅是那些刷屏的热搜，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感，仿佛一起经历了一段短暂却精彩的旅程。从第一场大秀到最后的香奈儿收官，从街头随拍到秀场头牌，从冷静的时尚大片到偶尔露出的括弧笑，这些看似零散的片段慢慢拼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属于王一博的巴黎时装周故事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再提起2026年的这一季巴黎时装周时，仍然会记得这样一个画面：灯光之下，一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穿着米色麂皮大衣，从容地走进秀场。他没有刻意制造传奇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写下了一页新的记录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